好，当然好像你看下面就来了哈，就五苓散症。好，像这个瘦人，脐下有动悸，肚脐下有动悸，吐盐沫，好，口水很多，而有癫眩、头昏啊，很严重的哦，这个头昏哦，而且讲到癫的话，就有一点昏迷的现象，人会躺下去，这个是水液，这种都是水症，水症它已经在吐盐沫了，就告诉你是水。瘦的人呢，肚脐以下就是我前面就介绍过，这个是茯苓，对不对？是有水在下面哈。肚脐以上的动悸呢是桂枝，那如果肚脐后面呢，刚好在肚脐就是上下的中间，在肚脐上面动悸呢，就是桂枝、茯苓同时加进去了。好，五苓散呢，诸位看，猪苓、茯苓、泽泻，好，这个白术、桂枝，那这个汤方，好是标准的经方用来。温阳利水的一个处方温阳，像我桂枝用的很多桂枝用很多，桂枝实在是很好一个药。那你这个是属于行阳的药，你看里面就看不到这个白术，有没有？不，抱歉看不到白芍，因为它是阳药，因为水会累积在身体里面呢，是阳不足，阳不足的时候，你不用开阴药，开阳药给他，那一行阳，它水就动水。所以桂枝下去只是感觉到好像是就推它一下，它就那白术后面把它收敛起来，然后茯苓、泽泻、猪苓呢，把它从小便消导出来。所以我们利水的处方呢，五苓散非常的好用。所以临床上的时候，我们用在像我们治疗尿毒，当然五苓散在里面，只是一个处方里面有五苓散而已，不是就是五味药来治疗尿毒我们用在尿毒上，小便排不出来的，还有那个偏头痛，痛得很厉害的，任何你只要看到，不管他是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五苓散都治过头痛他是头痛，可是你问他，你口渴不渴？很渴，那小便好不好？小便不好，小便不利他的头痛的小便不利，口渴小便不利是标准的五苓散症，所以他这个头痛是因为表水没有退掉，水把那个血管包住。那才产生的头痛，五苓散一下去把这个水沥出来，头痛就好掉了。那你如果说你不了解，不去想这个主要的症状你就看到你知道，老师我只记得这个头昏眩的时候，晕眩的就五苓散，晕车晕船的时候有五苓散，头痛你就不知道用五苓散。你只要记得五苓散主要症状就是渴、小便不利。好像我们前面刚刚讲过，那个小孩子那个口水太多了，都可以用。还有呢，一种癫痫，有一种癫痫很特殊，癫痫有一种癫痫呢，病人会告诉你，这种癫痫呢，病人一看到水就发癫痫，就是五苓散症。他不能见水，那你很坏的人就对不对？就可以害人了没事要拉他发癫痫，给他看起来水他就发癫痫那你诸位只要看到这个症状，见水所以五苓散是温阳利水的药所以你在临床上以后看到，只要有关系到水饮的都可以考虑到五苓散。五苓散是非常好用的，包括我前面刚刚跟诸位报告过，过去古代的医案上面在瘟疫的时候，五苓散都可以治疗瘟疫，非常好因为毒嘛毒从外面来填在身上用五苓散